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浑身像被卡车碾过一样疼。7天前，我拼了半条命才把儿子小泽带到这个世界上。侧切的伤口火辣辣的，每次上厕所都像上刑。护士说我的恢复情况不太好，建议再观察2天。老婆，公司给我批了2周陪产假。班安坐在床边刷手机，头也不抬地说。我虚弱地笑了笑，他终于要尽点做父亲的责任了。我打算趁这个机会带爸妈去云南玩一趟。你不是总说想去看洱海吗？我们先去探探路。我瞪大眼睛，怀疑自己听错了。你说什么？我现在连下床都困难，孩子才出生7天。哎呀，坐月子有什么好陪的？班安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不就是躺着吗？我妈说了，月子里的女人晦气，男人最好离远点。我的手指紧紧攥住被单，指节发白。婆婆确实经常把这种封建糟粕挂在嘴边，但我没想到班安会当真。可是孩子不是有月嫂吗？班安终于抬起头，脸上写满了不耐烦。再说了，你妈不是说要来照顾你？我胸口一阵发闷。我妈上个月刚做了腰椎手术，自己走路都费劲，怎么可能来照顾我？这话我跟班安说过不下3次，我妈来不了，而且我们也没请月嫂。我努力控制声音不发抖。你说太贵了，不如省下钱给孩子买奶粉。班安的表情僵了一下，随即又恢复了那种理直气壮的样子。那你就点外卖呗，现在外卖多方便，我给你留点钱。婆婆推门进来，手里拎着保温桶。安安，快趁热喝汤。她完全无视了我这个产妇，径直走到班安面前。我闻到了鸡汤的香味，肚子不争气地叫了起来。从生孩子到现在，我没喝过一口热汤。妈，我跟贤贤说了咱们去旅游的事。班安接过汤碗，咕咚咕咚喝起来。婆婆这才瞥了我一眼，坐月子有什么好看的？我们那时候生完孩子第2天就下地干活了，现在的年轻人娇气。我死死咬住嘴唇，不让自己哭出来。这就是我嫁进来5年，当牛做马伺候的婆婆。可是我的声音细如蚊呐，孩子需要爸爸。哎呀，烦不烦？班安突然把汤碗重重放在桌上。我天天上班，累得要死，好不容易有假期，就想放松一下，怎么了？你是不是见不得我高兴？我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，砸在白色的被单上，晕开一个个深色的小圆点。公公这时候也进来了，听说要去旅游，第一反应是安安没自己开过长途。我不放心，我像抓住救命稻草一样看向公公，希望至少有人能阻止这荒唐的决定。那爸你也一起去呗。班安笑嘻嘻地说，咱们一家3口好久没一起旅游了。我的世界在那一刻崩塌了。出院那天，班安开车来接我，我抱着襁褓中的小泽，每走一步下体都疼得冒冷汗。班安站在车边玩手机，完全没有要帮忙的意思。回到家，我发现冰箱里确实塞满了速冻水饺和方便面。班安拉着行李箱在门口跟我告别，老婆，你要照顾好自己，别着凉。他摸摸我的头，像在安抚一只宠物。饿了呢，你就点外卖，冰箱里有速冻食品。衣服别洗，等我们回来洗，不然会落下病根的。我麻木地点头，怀里的小泽突然哭了起来。对了，班安掏出手机，给你转点钱应急。我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支付宝到账2000元。我盯着这个数字，突然很想笑。2000块，20天的月子，1天100块，
还包括一个新生儿的开销。玩得开心，我听见自己说。门关上的瞬间，我的膝盖一软，抱着孩子跪在了地上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我摸到手机，颤抖着拨通了我妈的电话。妈，我只叫了一声，就泣不成声。贤贤，怎么了？是不是伤口疼？我妈在电话那头急的声音都变了。我断断续续地把事情说了。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。畜生！我妈突然骂了一句，我从来没听过她这么说话。你等着，我让你爸开车去接你。不用了妈，你身子还没恢复，让爸好好照顾你。我擦了擦眼泪，我自己能行。挂掉电话，我环顾这个我亲手布置的家，沙发是我挑的，窗帘是我选的，连墙上的婚纱照都是我坚持要挂的。照片里的班安笑得多温柔啊！谁能想到他现在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坐月子，自己带着父母去逍遥快活。小泽又哭了，我手忙脚乱地给他换尿布，新生儿的小屁股红彤彤的，我心疼得直掉眼泪。班安连抱都没抱过他几次，总说等长大点再玩。晚上我强撑着给自己煮了包方便面，刚吃2口，小泽就醒了。我一手抱着他，一手笨拙地挑着面条，汤汁洒了一身。没人告诉我当妈妈会这么难。半夜给孩子喂奶时，我发现自己的睡衣前襟全湿了，奶水和泪水混在一起。班安的朋友圈更新了，他们在丽江的酒吧里喝酒，配文是终于解脱了。我的手指在屏幕上停留了很久，最终没有点赞。第二天，我的伤口发炎了，疼得直不起腰，打电话给班安，响了很久才接。喂，背景音很吵，他在笑。我伤口可能感染了，能不能……什么？听不清。他大声说，我们在玉龙雪山，信号不好，有事发微信。电话挂断了，我呆坐在床上，小泽在我怀里安静地吮吸着手指。我翻出医保卡，叫了辆出租车去医院。司机看我抱着新生儿，脸色惨白，好心帮我开了车门。家属呢？医生检查完，皱着眉头问。出差了。我低声说。医生欲言又止，给我开了消炎药和止痛片，不能碰冷水，不能提重物，注意休息。他严肃地说，产后恢复不好会落下一辈子病根。我点点头，眼泪砸在病历本上。回到家，我发现班安的 iPad 忘带了。平时他从不让我碰他的电子设备，说是工作机密，现在鬼使神差的。我输入了我们的结婚日期，竟然解锁了。同步的微信聊天记录像一把刀，直接捅进了我的心脏。班安和一个叫丽丽的女人的对话，终于摆脱那个黄脸婆了。生完孩子更丑了，别这么说嘛，人家刚给你生完孩子，烦死了，天天哭哭啼啼的。对了，我爸妈先去大理，咱俩在丽江多玩2天。你老婆不会发现吧？发现个屁，她连床都下不了。再说了，房子是她家买的，离婚我还能分一半呢。我的手抖得拿不住平板，胃里翻江倒海。原来如此，什么陪父母旅游，根本是借机和小三约会。我死死咬住手背，不让自己尖叫出声，怕吓到熟睡的小泽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照顾孩子，按时吃药，然后在深夜一遍遍翻看那些聊天记录。班安和丽丽的对话越来越露骨，他们甚至嘲笑我生完孩子像泄了气的皮球。第4天早上，我拨通了我闺蜜王英的电话，我要离婚。我说，声音平静的自己都害怕，帮我找个律师。王英二话不说就开车过来了，看到我受拖相的样子，她红着眼睛骂了半小时脏话。房子是你爸妈全款买的，他有脸分。王英翻着房产证复印件，
赶紧卖了吧，省得夜长梦多。我看着熟睡的小泽，做了这辈子最果断的决定，现在就卖，越快越好。王英效率惊人，当天下午就联系了中介，因为是学区房，即使低价急售，也有不少人问津。3天后，我和一个急着给孩子落户的买家签了合同，全款付清，1周内交房。买家很爽快。你有什么特别要求吗？有，我递给他一封信，等原来那家人回来，麻烦把这封信交给他们。搬家那天，王英叫了搬家公司，我抱着小泽，最后看了一眼这个充满谎言的家。婚纱照上的班安还在笑，我拿起相框，狠狠摔在了地上，玻璃碎裂的声音惊醒了小泽，他哇哇大哭。我轻轻拍着他，不怕不怕，妈妈在这。我带着孩子搬进了王英闲置的小公寓。律师说，哺乳期离婚，孩子一定会判给母亲，更何况班安还有出轨证据，他可能会纠缠。律师提醒我，我笑了笑，把新办的手机卡插进手机，旧卡扔进了马桶。班安、公婆，所有相关联系人的微信全部拉黑。2周后的深夜，我正抱着小泽在公寓里喂奶，手机突然震动起来，是王英发来的消息，他们回来了。买家刚给我打电话，说场面相当精彩。我轻轻拍着孩子，嘴角不自觉地上扬。王英紧接着发来一段视频，画面有些晃动，但声音清晰得令人愉悦。这不可能！班安歇斯底里的吼叫声从视频里传来，这明明是我家。视频里，班安穿着旅游纪念 T 恤，疯狂地按着指纹锁，公婆站在身后，脚边堆着大包小包的旅游纪念品。门开了，一个陌生男人疑惑地探出头：“你们找谁？你是谁？为什么在我家？”班安一把揪住对方的衣领：“你神经病啊！”新业主甩开他的手：“这房子我上周刚买的，房产证上白纸黑字写着我的名字。”婆婆挤上前来：“不可能，我儿媳妇呢？那个小贱人！”“哦，你们是说原房主啊？”新业主恍然大悟，转身拿出一封信：“他留了这个给你们。”班安颤抖着手拆开信封，我写的字迹清晰可见：“班安，当你看到这封信时，房子已经卖了，带着你的父母和你的丽丽继续去旅游吧，永远别再找我。顺便告诉你，离婚协议已经送到你公司，孩子归我。如果你敢纠缠，你和丽丽的聊天记录会出现在你们公司所有人的邮箱里。祝你玩得愉快。”你口中的黄脸婆。视频里，班安的脸色由红转白，最后变成猪肝色。婆婆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开始嚎啕大哭：“天杀的贱人啊！我孙子啊！”公公铁青着脸掏出手机拨打我的电话，当然只能听到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的提示音。找，给我找！班安像头困兽一样在原地转圈，他带着我儿子能跑哪去？我要报警！新业主冷笑一声：“我劝你别费这个劲。原房主留了全套公证过的授权文件，卖房手续完全合法。至于孩子，人家亲妈带着，警察管得着吗？”视频到这里戛然而止，我关掉手机，看着怀里熟睡的小泽，轻轻吻了吻他的额头。窗外，初夏的夜风带着花香飘进来，我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平静。第2天一早，王英风风火火地闯进我家。快看朋友圈，班安的朋友圈更新了一条动态：“某些人别太过分，私自卖房是违法的，我警告你立刻联系我。”配图是一张律师函的模糊照片。我嗤笑一声，继续给小泽换尿布。手机又震动起来，是个陌生号码。“喂，
我按下接听键，贤贤，你终于接电话了。班安的声音透着焦躁。你疯了吗？把房子卖了？那是我家，曾经是。我平静地说，房产证上只有我的名字，记得吗？我爸妈全款买的婚房。电话那头传来暴躁的声音：你把孩子带哪去了？那是我儿子，法律上，哺乳期的孩子必须跟随母亲。我慢条斯理地说，顺便，你和丽丽在丽江玩得开心吗？雪山脚下的酒店床舒服吗？死一般的寂静。我能想象班安此刻的表情。你偷看我手机？他的声音突然低了8度。重要吗？我轻笑。离婚协议签好字寄回来，否则明天你们公司所有人都会收到一份精彩的 PPT。你敢威胁我？班安咬牙切齿。这不叫威胁，这叫选择。我看了眼正在婴儿床里踢腿的小泽。A，你乖乖签字离婚。B，你身败名裂后再离婚，选一个。电话那头传来婆婆尖利的叫骂声，看来是开着免提。我干脆利落地挂断电话，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3天后，律师通知我班安已经签了离婚协议。王英打听到，班安父母现在暂住在亲戚家，而他本人则搬去和丽丽同居了。真是一对狗男女。王英撇撇嘴，不过丽丽好像不知道班安现在一无所有了。我耸耸肩，专注地给小泽读绘本，这些已经与我无关了。1个月后，我带着小泽搬进了新买的小两居。收拾东西时，我翻出了结婚时的钻戒，随手扔进了垃圾桶。门铃响了，是快递员送来一个包裹。拆开后，我发现是那本被摔碎的婚纱照，不知怎么被班安寄了过来。照片上的玻璃裂痕正好横在我们之间，像是某种隐喻。我把相框扔进储物间最深处，转身时看见小泽正冲我笑。他刚刚学会微笑，嘴角的弧度像一弯新月。宝贝，妈妈只有你了。我轻轻抱起他，嗅着他身上的奶香味。手机又响了，是妈妈发来的视频邀请。接通后，爸爸的脸挤进画面。闺女，爸给你转了笔钱，给孩子买点好的，下周我们去看你。我看着屏幕里父母关切的脸，突然鼻子一酸。原来最爱你的人永远都在那里等着你。离婚手续办完后的第3个月，我正在新家的阳台上给小泽晒太阳，门铃突然刺耳地响了起来。谁啊？我警惕地问。没有立即开门，是我。一个熟悉又令人厌恶的声音隔着门板传来，是班安的母亲，我的前婆婆。我透过猫眼看到那张刻薄的脸，她今天罕见的没化妆，眼袋耷拉着，看起来老了10岁，怀里还抱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。有事？我隔着门冷淡地问。贤贤，开门。妈，阿姨有话跟你说。她的声音突然放软，带着我从没听过的讨好语气。我冷笑一声，把门链挂好，才开了一条缝。有话快说。前婆婆的眼睛立刻往我身后瞟。我知道她在找小泽。那个安安知道错了，你们夫妻一场，我们已经离婚了。我打断她，没事的话请回吧。等等，她急忙用脚抵住门缝。孩子不能没有爸爸，你把小泽给我带回去养几天。安安想孩子想的都病了。我冷笑一声，猛地拉开门，门链绷得笔直。现在想起是你们家孩子了。我坐月子时你们在哪？班安出轨时想过孩子吗？前婆婆被我突然爆发的怒火镇住了，但很快又换上那副虚伪的笑脸。年轻人谁不犯错？你看在孩子的份上，滚！我咬牙切齿地说，再敢来骚扰我和孩子，我就把班安出轨的证据发到你们老家所有亲戚群里。他脸色瞬间变得铁青，
突然把手里的塑料袋往门缝里塞。我给孙子买了衣服和奶粉。我一把打掉塑料袋，里面的东西撒了一地，全是廉价的地摊货。奶粉甚至是个我从没听过的杂牌。拿着你的垃圾滚远点！我砰地关上门，后背抵在门板上直喘气。门外传来歇斯底里的拍打声。贱人，你凭什么不让我见孙子？那是我周家的种，我要去法院告你。我掏出手机，按下录像键，重新打开门。再说一遍。钱婆婆看到镜头立刻慌了，下意识抬手挡脸。你拍什么拍？继续啊，不是要去法院吗？我冷笑着把镜头对准她扭曲的脸，正好让法官看看你是怎么辱骂威胁孩子母亲的。她气急败坏地伸手要抢我手机，我敏捷地后退一步，再碰我一下就是故意伤害，我马上报警。这句话像按下了暂停键，钱婆婆僵在原地，胸口剧烈起伏。这时电梯叮的一声响了，几个邻居走出来，好奇地看着我们。大家来看看啊！钱婆婆突然一屁股坐在地上哭嚎起来。这个没良心的女人不让孩子见奶奶啊！我的亲孙子啊！我冷静地继续录像。需要我给大家讲讲我生孩子第7天，你们全家去旅游的事吗？或者聊聊你儿子出轨的细节？邻居们的眼神立刻变了，一个阿姨厌恶地撇嘴，就是他们啊！月子期间出去旅游那家，小区群里都传遍了。钱婆婆的哭嚎戛然而止，灰溜溜地爬起来按电梯，临走前还恶狠狠地瞪我：你给我等着！关上门。我腿一软坐在了地上，小泽在婴儿床里咿咿呀呀地玩玩具，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我爬过去紧紧抱住他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。手机突然震动，是律师发来的消息：周母去法院提交探视权申请了，别担心，哺乳期法院基本不会支持。我擦干眼泪回复道：我需要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。3天后，我正在儿童医院给小泽做体检，手机显示一个陌生来电。接通后，班安沙哑的声音传来：我妈住院了，你满意了？关我什么事？我边说话边轻轻拍着怀里的小泽，他血压飙升到200，就是因为你不让他见孩子。班安的声音带着哭腔：贤，我知道错了，你让孩子见见奶奶吧。班安，我平静地打断他：你还记得我伤口感染那天给你打电话时你在哪吗？电话那头突然沉默。你在玉龙雪山和丽丽自拍。我轻声说：所以现在带着你妈去死吧。挂断电话，我把这个号码也拉黑了。护士叫到我们的号，我抱着小泽走进诊室。医生是个和蔼的中年女性，检查时随口问：爸爸没一起来啊？我们离婚了，我坦然地说。女医生了然地点头，突然压低声音：是不是月子期间出去旅游那家？我惊讶地抬头，她不好意思地笑笑：我侄女和你住一个小区，听说了这事。我们妇产科医生最讨厌这种男人。检查完，他额外给我写了个便条：这是我同学开的律所，专门处理抚养权纠纷，有需要可以找他。走出医院时，阳光明媚的刺眼。我低头看着怀里咿咿呀呀的小泽，他正抓着我的一缕头发往嘴里塞。宝贝，妈妈会保护你的。我亲了亲他奶香的小脸，永远永远。手机又响了，这次是妈妈。闺女，我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排骨，晚上给你送过去。好呀，我笑着说。突然注意到路边橱窗里自己的倒影，不知什么时候，那个唯唯诺诺的小媳妇已经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神坚定的年轻母亲。
小泽在我怀里打了个小小的喷嚏，我赶紧把他往怀里搂了搂。这个夏天，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晒太阳了。至于班安，听说那个丽丽知道他一无所有后，也离开了他。那些阴魂不散的人，就让他们在阴影里腐烂吧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。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